好，我们是 Penguin Cat。这一期呢，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意大利之旅的佛罗伦斯住宿。那佛罗伦斯的话呢，我们是从威尼斯搭火车过来。这次入住的是 Indigo 酒店，它离火车站步行只要5分钟以内哦，非常的方便。那我们入住的那时候呢，这家 Indigo 才开业2个多月，所以没有太多的评论可以参考，所以我们也很紧张，到底入住的体验会是怎么样。房间的话呢，设计真的很新颖哦，尤其是色彩的搭配上，我觉得拍照起来真的很好看。但是因为不知道是不是装修还没完成多久就开业了，还有很重的装潢味，很刺鼻。其实我觉得呢，这个装修味道浓度哦，还是不能对外营业的。浴室的空间也蛮小的，还有另外一个味道问题，就是它的污水管的气味是会冲上来的。说到早餐呢，我觉得菜色是很多元的，以欧洲的标准来讲是令人满意的，有热菜，然后用烘焙西点去做主体来搭配。那大家都说意大利的咖啡很好，可是我觉得 Indigo 早餐的咖啡不怎么样。值得嘉奖的是，早餐的服务人员都很亲切，对我们来说算加分。
设施的部分呢，就是 B1 区有很迷你的健身房，还有一个活动空间。但大家也知道，在欧洲我们常常都在外面嘛，所以也没有太多时间回来再使用设施。最后呢，我们真的要吐槽一下这边的服务。我觉得服务人员表面上态度都还不错，可是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，并没有办法来帮我们积极的做解决。比如说，我们房间里面的保险箱没有电了，那最后也没有修好。大家知道，在欧洲保险箱是很重要的嘛。然后再来是暖气太暖，也是搞了很久才帮我们把温度调低一点，不然真是热到没有办法睡觉。最夸张的是，我们有一个下午刚好结束完行程回来休息，然后有一个服务人员他在检查每一个空房，然后看一下房况，但他不小心开到我们的房，发现我们有人在里面，他就马上关门就跑走了，直到我出去在走廊上揪到他，他才说：“不好意思啦，刚刚就是不小心开到你的门，好像我抓到你犯错了，你才来跟我们表达你的歉意，这个很不专业。”最后呢 ，check out 的时候，柜台的服务人员，不知道为什么态度也很差，很不耐烦。其实前几个前台都还不错，那最后让我们遇到这样的服务人员，我觉得也是很令人遗憾的。总结来说呢，我们非常不推荐大家来住这里。如果有去过佛罗伦萨的朋友们，请在底下留言，然后推荐你们觉得不错的住宿，然后让大家可以参考。那我们这期影片就到这里，下一期的话呢，我们会分享佛罗伦斯的景点，然后还有餐饮，大家可以敬请期待。那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欢迎按赞、订阅加开启小铃铛。大家拜拜。